大渊皇族处氏七公主即日起赐婚苍狼部落。这大雪天的把我们扔在蛮荒之地，我们活不过3天就会被冻死。不知死活，皇上有令，无诏不得回京。七公主，您生死有命，咱走。和亲，塞外冻死。我操！这哪里是流放和抛弃？这特么明明是摆脱了封建皇权的监管，直接给我送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同业竞争、资源极其丰富的广阔下沉市场。老娘上辈子18岁进投行，25岁执掌供应链，30岁打爆所有竞争对手，天天在董事会跟那群老狐狸勾心斗角。现在好了，没有皇权干涉，没有狗屁宫斗，不用每天请安磕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哭什么哭？给我闭嘴！再好一句，本宫现在就把你扔进雪坑里埋了。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悍了？渊国皇帝老儿就送了这么个废物来敷衍我。这细胳膊细腿的，能不能熬过今晚的暴风雪都难说。大汗，咱们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哪有余粮养中原的猪农？扔进最外围的破羊圈去。给他口水喝，别让他立刻死在我苍岩部落的地界上就行。我们走。我们可是渊国的皇族，没时间跟他们玩过家家。包吃包住就行。这帮土老帽对满地的黄金一无所知。公主，我们真的要饿死冻死在这里了吗？死不了，跟我出去巡视咱们的厂区。公主，您怎么了？您别吓奴婢啊！您是不是冻出幻觉了？你懂个屁！看到那些羊了吗？那是顶级的阿尔卑斯高山寒羊，那一身里层的毛，在现代那是软黄金，是奢侈品高定。这帮蛮子居然只知道吃肉，把羊毛连带皮一起胡乱扔了，暴殄天物！那是天然的内陆碱糊，提炼出来就是高纯度的碳酸钠，是极品化工原料。有了它，洗涤去脂简直易如反掌。还有那些冻死的牛羊，那不是尸体，那特么是堆积如山的极地优质肉类加工原料啊！这分明是老天爷喂饭吃！原材料、水资源、廉价劳动力一应俱全。老娘要在这里建立一座横扫天下的重工攻击基地。
勇士们，长生天降下了罕见的白灾，我们的牛羊在成批冻死。如果不去南边渊国的边关打草谷，夺他们的过冬粮食和布匹，我们的族人全都过不了这个寒冬。大汗，渊国边军已经闭门，城墙高耸，而且他们有精良的弓弩啊！哪怕是用我们的命去填，也要撕开城门，拿回粮食，为了部落！都给老娘闭嘴！这中原娘们疯了吗？敢在大汗出征前踹马槽，这是死罪啊！你想死，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死你个大头鬼，蠢货！南下打草地，就凭你们这群连棉衣都穿不起的叫花子去撞边关的铁壁，这叫送人头，懂吗？放肆！你闭嘴！本宫没时间跟你玩视死如归的过家家，冒着灭族的风险去抢那点发霉的破粮食和劣质麻布，算什么本事？那点 KPI 连塞牙缝都不够。给什么东西？听不懂没关系，你现在让这些去送死的人下马，本宫今天就发善心，教教你们这群蛮子，什么叫做工业化御寒。工业化御寒？这渊国的女人不仅身子弱，脑子也被冻坏了吧？这满地的雪，她难道能凭空变出火炉来不成？让开，否则马蹄无言。让开！好啊，你去啊！你能带回来多少粮食？够吃几天？给我7天时间，7天之内，我保证让你们部落所有人都不挨冻。公主，你疯了！如果做不到，不用你们动手，本宫自己进那边的冰窟里喂鱼。公主，您疯了！7天，让所有人不挨冻，好大的口气！就凭你，拿什么御寒？就凭我脑子里的东西，还有这满地被你们当垃圾扔掉的羊绒。好，我给你7天。反正暴风原已经封路，7天内大军也走不了。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救我的族人。如果你敢骗我，我若是骗你，随你处置。所有人听我指挥。黑石是吧？干嘛？去把部落里所有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全给我集合到中央大堂来。另外，把部落里手最巧的木匠给我找来。公主，我是部落里修毡车的卢老头，您找我。卢老头，看明白了吗？这叫脚踏式纺纱机，利用脚踏板带动大轮，大轮通过皮带带动梭轮，不需要内力，不需要魔法，纯物理传动。这精妙的机括，老朽打了一辈子木头，从未见过如此奇思妙想。可是公主，我们没有中原那种丝线啊。谁说我们要纺丝线了？我们要纺羊毛。羊毛？公主，那羊毛又硬又臭，根本没法穿在贴身啊！那膻味能把人熏晕过去。咱们除了垫在脚底下都是……你们懂个屁！那是因为你们没做脱脂处理。小翠，拿上木桶，带上几个健壮的妇女，跟我去那边的白湖挖土。挖土？少废话，开工！今天不把原材料备齐，谁也别想吃晚饭。大汗，这渊国公主莫非是饿疯了，带着女人去挖泥巴吃？派人盯着她，看她到底搞什么名堂。这叫过滤提纯，这里面含有大量的碳酸钠，也就是虫碱。把这些上层青叶过滤出来，就是最高级的去污脱脂剂。来人，把收集来的高山寒羊贴身的毛毛全给我扔进这碱水里洗。捞出来，用清水洗净，烘干。老天爷啊！行了，别搁这大惊小怪了，这只是第一步，
卢老头，你的纺纱组组装好了吗？回公主，好了，用废旧牛皮筋做的传动带，老朽还做了10台。很好，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部落里的累赘，你们是我处事重工的第一批流水线女工。第一组负责梳理脱脂羊绒，第二组上纺纱机给我裁，把这些绒毛全部纺成细线。第三组拿上本宫削好的木针子，跟我学怎么织毛衣。1、2、3，裁！不要停，停针，上针，下针，收口，眼睛看清楚了。第7天，暴风雪愈发猛烈。7天到了，七公主，你的御寒神物若是还没变出来，那冰湖我已经让人砸开了一个窟窿。接着，这是什么？这叫天狼牌高定保暖高领羊绒衫，纯手工打造，100%阿尔卑斯高山羊绒。脱了你的破盔甲和硬皮袄，贴身穿上它。你让我穿这个？这么薄的一层布，能挡住外面的白烧？你连死都不怕，还怕穿件衣服？哼，穿就穿，若是不管用，老子立刻把你扔湖里。穿好了，那就出去站着。大汗，冷不冷？要不要属下把火盆端过来？大汗，您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冻僵了？快去拿兽皮毯子！别碰我！你到底施了什么妖法？妖术，这叫轻工业降维打击。拓跋峰，见识到本宫的实力了吗？现在我问你，还去边关送死打草泽吗？不去了，不去了。有了此等神物，就算这白灾下上1个月，我苍岩部落也不会冻死1人。很好。不冻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本宫要教你们怎么把这些破草地上的垃圾变成整个天下都疯狂的真金白。大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啊！咱们部落就这几千张嘴，就算是撑破肚皮，也吃不掉这几万头死牛羊。再放下去，肉就要坏了。挖坑，把吃不完的牛羊全都埋了，撒上圣石灰，以绝瘟疫。慢着，埋了几万头牛羊，上等的优质蛋白质资源，你跟我说埋了？拓跋峰，你是脑子进血了吗？你这个纯纯的败家子！不用盐腌，也不用冰冻，本宫今天就让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土老瓜开开眼。教你们一种能在常温下把肉保存1年以上都不坏的绝世黑科技。1年以上？卢老头呢？给我滚过来！去，带人挖部落旁边那种最细腻的红粘土，给我烧制陶罐，要口小肚大。最关键的是，必须配一个严丝合缝的陶盖子。今天日落前，我要看到第一批500个陶罐出炉。把这些死牛羊全部剥皮去骨，把肉切成四四方方的小块，肥瘦相间。把所有的牛油和羊油单独给我切下来，炼成液态的荤油。快点！下肥肉煸炒出油，下瘦肉。没有酱油，那就用草原上那种红色的野果子和盐巴代替。给我炖，炖到烂熟为止。半个时辰后。公主，熟了，熟了，是不是可以吃了？吃你的头，滚一边去！装罐。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核心步骤，把刚才炼好的滚烫的羊油倒进去，盖上盖子，趁热把这些封好盖的带罐
重新放回沸水大锅里，隔水只2炷香的时间。肉都熟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罐子里煮？这叫高温杀菌排气。陶罐里的空气和残留的细菌在沸水加热中会被彻底消灭。等它冷却之后，最上层的那层羊油就会凝固，形成一道绝对真空、密不透风的隔离层。只要这层油脂不破，里面的肉放上1-2年，拿出来热一热，照样鲜美如初。尝尝。神迹，这是长生天赐予的神迹，不用买了，全都做成这种肉罐头。对，全都做成肉罐头。有了这些肉罐头，就算渊国封锁边关3年，我苍岩部落的勇士也绝对饿不死。此时部落里的人都疯了，眼睛死死盯着那500个肉罐头。公主，大汗少我们1个肉了。慢着，本宫说要把这些肉分给你们了吗？七公主，你什么意思？这些肉是我们打猎放牧得来的，难道不该分给部落的勇士？勇士在这个部落里不干活的，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也没有资格吃我处士重工的罐头。楚罗洛拿出一个小本本，那是在现代当总裁时养成的习惯。从今天起，苍岩部实实行全新的 KPI 薪酬分配制度。什么叫 KPI？ 就是计件工资。想要肉罐头，可以拿你们仿好的羊绒线来换。1斤合格的羊绒线换1罐红烧肉罐头，谁仿的线多，谁家的罐头就多，上不封顶，多劳多得。公主，您说真的，我们女人也能自己挣肉吃？当然，在我楚罗洛的厂子里，只有员工，没有男女。你昨天一个人采出了2斤合格的绒线，这是你的工资。我要赚钱，谁敢拦我纺线，老娘就跟他拼了！大汗，这规矩不能坏呀，不然以后咱们男人还怎么在帐篷里抬起头？抬不起头，那就给老子滚出去放牧找捡土！没听到公主的规矩吗？不干活没肉吃。苍岩部落从今天起，他说了算。红烧罐头良膳300件罐，作为试生产产品足够了。红烧肉罐头2000罐，高定羊绒衫300件。七公主，你确定要带这些东西去渊国的朔风关护市？那边守关的将领和中原商人，心黑得像乌鸦。怎么，堂堂草原狼王，怕了？我怕什么？我只是担心你是渊国的妻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回去，万一他们要杀你怎么办？哼，杀我，借他们10个胆子。以前去边关，你们是去乞讨，是去抢劫，人家当然要打你。但今天，本宫是带着核心科技去跟他们做生意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跟高利润过不去。出发，去朔风关！黑石，带上50个最精壮的兄弟，给本总裁开路。是。目标朔风关，出发。真晦气，这暴风雪一刮就是大半个月。有情况，苍岩部落的人来了。哎呦喂，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咱们渊国那娇滴滴的七公主吗？怎么在蛮荒之地没冻死，带着一群叫花子回来要饭啦？贾富贵是吧？
废话少说，本宫今天是来做生意的，去把你们这儿管事的叫出来。做生意？就凭你们这些穷鬼，拿什么做生意？拿雪球还是拿泥巴呀？你个死胖子，敢对公主无礼！黑石，退下。上货。今天就给这帮土宝子开开眼，什么叫工业革命的震撼？这是什么破瓦罐？我操！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肉，熟肉。这大雪封山的，你们哪里来的熟肉？还一点都没坏。这叫草原特供红烧肉罐头，采用高山寒羊和草原黄牛秘制香料炖煮，配合高温杀菌真空密封技术，不仅美味绝伦，且能在常温下保存1年不腐。1年不腐？再看看这个，天狼牌100%纯高定羊绒衫，轻如无物，保暖效果是你们那些破棉袄、硬羊皮的10倍，贴身穿不扎人，没膻味。神物，这全都是神物啊！七公主，楚老板，您开个价，这些东西我贾富贵全包了，我出100两银子，不，500两。500两？哼，贾老板，你是来搞笑的吗？这东西可是本宫独家的专利产品，全天下只有我楚氏重工能造得出来。那您要多少？只要我贾家拿得出的。我不要金银，我要你的物资。听好了，这是我的报价单。第一，500斤上好的金铁矿石，外加50口大铁锅。第二，所有的耐寒农作物种子各来10袋。他有这么多管制物资。第三，你们这儿的木匠、铁匠、泥瓦匠，给我留下1半。最后，上好的江南茶叶和食盐，装满我这10辆空车。您这是要我的命啊！铁器和工匠可是冤国朝廷严看的，您要这些干什么？不干什么，搞基建而已。不洗没关系。黑石，把东西装车。我想燕国人肯定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别！楚老板留步，我换，我全换，我立刻让人去城里提货。公主万岁！楚老板万岁！没有动用一刀一将，没有死一个人，这就是他说的工业降维打击。拓跋峰，看到那些铁矿石和工匠了吗？看到了。羊绒和罐头只是轻工业的试水，接下来本宫要在这片草原上点燃重工业的熔炉。回去建高炉、炼钢铁、造火器，本宫要让这苍岩部落成为整个天下最硬的工业帝国。蛮子大王饶命啊！我们就是一群打铁和泥的苦命人。闭嘴！我不管你们之前是什么身份，到了我这儿只有一个身份，技术工人。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拒不合作，立刻让人把你们扔到冰湖里；第二，签了这份劳动合国，只要干得好，顿顿有肉吃，冬天有羊绒穿。本宫保证，在这里学到的技术是在渊国见不到的神技。公主殿下，您要我们干啥？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智清入，在朔风关打了30年铁。很好，智清入，从今天起，你就是炼钢车间的主任。第一项任务，建高炉、炼钢。接下来的3天，苍岩部落再次陷入了疯狂的基建模式。公主，火温不够啊！咱们渊国最好的铁匠铺也得10几个壮汉轮流拉风枪，才能勉强把铁矿石烧红。人力拉风枪，太低效了。把部落里最强壮的10匹战马牵过来。
老天爷，这火候铁都能化成水啊！别废话，下料：木炭、铁矿石、石灰石造渣，按照本宫给的比例，给我往里倒。把生铁液和熟铁块按比例混合，利用生铁含碳量高、熟铁含碳量低的原理，让它们在高温下互相渗透中和。这个女人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她不知道的？入魔、锻打、淬火，用极寒的血水加盐作为淬火液，快！大汗，公主，兵器成了。小人打了一辈子铁，从没见过如此完美无瑕的金刚。苍岩一式高退钢斩马刀，拓跋峰，试试吧。这把刀非同凡响。黑石，大汗，拔出你的弯刀，用尽全力来砍我。大汗，得罪了。一刀斩断了草原上最精良的兵器。还没完呢，拓跋峰，用尽你的全力劈他！小铁如泥，小铁如泥！七公主，从今往后，我拓跋峰连同整个苍岩部落几千条性命，全凭您驱使。刀山火海，万死不辞！一把刀算什么？让工匠们日夜开工，我要在1个月内列装出一支500人的重装陌刀队。等暴风雪一过，本宫带你们去敲开我那位好父皇的城门，讨要本该属于我的精神损失费。报！大汗，总裁，出事了！袁国的边关大军动了，镇北大将军庞烈亲率3000黑虎铁骑已经渡过边河，距我们不足30里。慌什么？能不慌吗？那可是3000黑虎铁骑，咱们部落现在能战的青壮年加起来也不过1500人，其中500人还被你逼着去练什么步战的长刀。立刻让老弱妇孺带着物资往大漠深处撤，我带领骑兵去袭扰他们，放风筝，用弓箭拖垮他们。放风筝？拓跋峰，你是不是在草原上冻傻了？本宫给你们弄出了超越这个时代1000年的高碳钢铁，你现在跟我说要去跟他们游击战，这不符合我们处事重工的企业文化。传本总裁的命令，全军列阵，重装陌刀队顶在最前面，不退一步，不许骑马。今天本宫就教教你们，什么叫正面硬抗，什么叫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终极解药。哈哈哈哈哈！这群草原蛮子是不是疯了？传令下去，全军冲锋，给本将把这群不知死活的蛮子踩成肉泥！活戳七公主，赏金1000两！200步，100步，50步！稳住！30步，20步，陌刀队扶墙而进！人马俱碎，给我战！第2列，斩！
怪物！你们手里的到底是什么妖刀？庞将军，别怕，我这人最讲究和气生财。账单，这是什么？你们未经允许强行冲撞处氏重工的生产基地，导致我们停工半日。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场地清洁费，外加本总裁的出场，一共折算白银50万两，或者等价的生铁、煤炭和匠人。把庞将军的右臂砍下来，让他带着这个份账单滚回渊国京城。告诉那个坐在龙椅上的老东西，先3个月把账结清，否则下一次本宫的陌刀队将在他的皇宫大殿上打卡上班。大喊发财了！真他娘的发财了！1000多套铁甲，1000多匹司马，还有700、800活着的渊国俘虏，咱们部落10年也攒不下这份家底儿啊！有了这些兵甲，苍岩部落的实力至少翻上1倍。总裁，渊国人留下的铁甲我都让人收集起来了，回头让赵铁洞他们回炉重造，咱们还能再武装1000个陌刀手。哼，回炉重造那种含硫量极高、脆得跟饼干一样的垃圾生铁，丢进我的高炉里，我都嫌脏了我的钢水。那这些战利品怎么处理？挑好的留着给民兵当训练服，烂的直接去给马占垫底。死马？除了能吃点马肉，还能干什么？吃？拓跋峰，你的眼界太窄了。马肉成肉干，马皮削制后做成传动皮带和军靴。至于这几千具马骨头，把它们全部砸碎，混合上白碱，加上草木灰和高炉废脂，给我堆积发酵。我要建一座土法化肥厂。化肥就是能让农作物产量翻3倍的神仙药。从贾富贵那里换来的小麦和蔬菜种子，明天就开始播种，撒上化肥，3个月后，本宫要让这片荒原变成处氏重工的北大荒粮仓。有了粮食，咱们就不受中原人卡脖子。如果真能像他说的，在草原上种出粮食，那这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最大的死穴就彻底被打破了。那剩下的那700、800个渊国俘虏怎么处置？全砍了祭天？砍了？黑石，作为处氏重工的高管，你的思想觉悟亟待提高。那是700、800个精壮的劳动力啊！全部带上脚令，编入第1劳改营，去给高炉挖煤，去给农田挖灌溉渠。表现好的，一天管2顿饱饭；敢偷懒的，直接扔过化肥厂当原料。陛下，那七公主不仅没死，还跟苍岩蛮子勾结在一起了。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弄出了一种极度锋利的长刀。臣的3000黑虎铁骑就像是割麦子一样，被他们500个步兵活活砍碎了。荒唐！被500个没有马的蛮子步兵砍碎，你打败仗就算了，编出这种连3岁小孩都不信的谎话来糊弄朕，你的铁甲是你捏的吗？陛下，臣若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呀！陛下，请看，这是臣拼死带回来的一把蛮子长刀，是不是妖法？陛下一看便知。工部尚书，滚过来给朕看看！吹毛断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陛下，此等神铁硬如金刚，韧如牛筋，就算是咱们渊国300个顶级铁匠捶打10年，也绝对打不出如此完美的钢材呀！若是蛮子人手一把，我大渊国的铁甲如同草芥呀！陛下，此女不可留，臣请旨，调集10万大军，携带重型工程闯弩，彻底踏平苍岩部落。愚蠢！10万大军劳师远征，粮草怎么算？若是再被那种神兵利器埋伏了，朕的江山还要不要了？既然不能硬打，那就给朕掐死他们的咽喉！传朕旨意，
立刻封锁朔风关，所有边关护士一律粮食卖苍岩部落。朕倒要看看，在冰天雪地的草原上，没有中原的物资，他那些神兵利器能不能当饭吃？那个逆女不是会做生意吗？朕就用国力活活憋死他。总裁，情况不妙啊！渊国边军把关口堵得死死的，一只苍蝇都飞不过来。咱们部落虽然有你弄出来的罐头和化肥，短期内饿不死。说完了。往常跟我们交易的那些游商，现在全吓破了胆，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可是没茶板、没布力、没药材，尤其是铁矿石，那个露天小矿快挖空了，断了中原的铁矿石供应，高炉就得停火。不仅如此，周边的几个小部落现在连只羊都不敢卖给咱们，生怕受牵连。说完了。我发现你这人肌肉长得挺结实，怎么脑容量就这么小呢？这可是倾国之力的封锁，换做任何一个草原部落，不出半年就得内乱崩溃，我能不急吗？封锁？那个老东西以为这样就能卡住我的脖子，可笑！既然他不让我用他的钱，那好办，从今天起，苍岩部落废除渊国货币，全面停用白银和铜板。废除白银？那咱们拿什么买东西？以物易物吗？那太慢了。不，我们发行自己的钱。赵铁仲，把东西拿上来。嘿，来了。这是钢？没错，楚氏重工第一代流通货币高碰钢防伪币，暂定名楚元。你们知道中原的铜变为什么能当钱刷吗？因为那是朝廷发的。错，因为铜简背后有整个大渊国的国家信用做担保。货币的本质不是它本身值多少钱，而是大家相信它能换到什么。渊国的白银在我这里就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石头，但我手里有什么？我有一刀能劈开铁甲的陌刀，有化肥，有吃1年都不会坏的红烧肉陶罐，还有羊绒衫。这些才是大荒草原上真正的硬通货。从今往后，想买我楚氏重工的任何产品，只认楚元，白银黄金一概不收。可是他们手里没有楚元啊。没有，拿他们的牛羊马匹药材甚至人口来换，一头羊换10个楚元，1枚楚元就能买1罐红烧肉。只要他们尝到了咱们商品的甜头，这楚元就会成为整个草原甚至整个渊国地下黑制里最抢手的宝贝。总裁，万一有人造假怎么办？您就放120个心吧。这钢币是用总裁设计的10吨级齿轮气压机硬生生砸出来的。那壁边的除了咱们那台机器，没有任何工匠能手工雕得出来。渊国那些土包子连这种钢材都化不开，他们拿什么造假？用牙啃吗？李公主，这可就查得太严了。小人这次可是拼了老命才给您弄来2车铁矿石，您看这价钱。黑石去验货，2车铁矿按善市价。是。粗糙的手指抓了一个宽颠颠铁矿，冲到火光下成色。走，100楚元，拿好不送。公主殿下，您这是在消遣小人吗？小人要的是白银，您给我一堆破铁片子干什么？这玩意儿在渊国花不出去呀。花不出去。这把刀削铁如泥，在黑市上至少值1200白银，对吧？作为商人，他一眼就看出这兵器的恐怖价值。在楚氏重工，这把刀不卖白银，只卖200楚元。公主殿下，我总裁，我的亲祖宗，这事我要了。以后我贾家的商队只要这楚元。您等着，只要你有这种刀，有那种神仙肉罐头，别说铁矿石了，您就是要渊国工部尚书的内裤，小人也想办法给您扒过来。把你大渊国的财富连皮带骨的吸干。短短4个月，苍岩部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道用土法水泥浇筑的新型冷堡拔地而起，高耸的炼钢高炉日夜喷吐着黑烟。楚元的购买力在走私商人的推波助浪下，已经彻底摧毁了周边区域的物价体系。无数的铁矿石、煤炭、牛羊，如同百川汇海般涌入这里。苍岩富得流油。总裁，我操，差事儿了！渊国皇帝见经济封锁没用，派了使者带了10万两黄金去见天狼王营的呼延觉大汗，集结了整个草原最精锐的5万校院狼骑，已经距离咱们不到10里了。5万精骑，就算咱们的陌刀队再能打，砍卷了刀刃，累断了胳膊，也砍不完5万人啊！500对5万，这是100倍的兵力悬殊。总裁，咱们赶紧撤回冷堡死守吧。5万人，呼延觉，渊国那个老东西倒是挺会借刀杀人的。不过来得正好，我正愁新厂子的产品没有地方做测试呢。新厂子？化肥厂不是早就建好了吗？谁告诉你化肥厂只产化肥的？带上所有人上冷堡城墙。今天本宫教你们一句至理名言：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大汗，渊国使者说，那城里有堆积如山的财富，有削铁如泥的神兵，还有那个长得像仙女一样的渊国七公主。哼，一个女人就算会点奇技妙巧，又能掀起什么风浪？传本哈的命令，全军冲锋，踏平这座城，里面的财宝全是我们的。那个七公主，本哈要抓回去暖床。距离800步。距离600步。炮兵连装药。是。距离500步。点火，预备，放。那是什么妖法？长生天发怒了！别停啊！我教你的3段式田庄法呢，给我洗地！开炮！开炮！给老子开炮！这种黑火药的威力还是太小了，推力不足，炸点也不。这他娘的都把5万人炸到北找北了，您管这叫威力小？拓跋峰，别愣着了，带上莫言力叫活的，别然让他死了，那可是咱们未来的大客户。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妖法？妖法，大汗，时代变了，这是科学，这是重工业的碾压，咱们就来谈谈参观费以及精神损失费吧。本汗败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杀你！你活着能给我创造无法估量的剩余价值。签了它，从今天起并入楚氏重工，成为第一全资子公司。你出任子公司总经理。第一，作为赔款，提供10万头羊、5万匹马以及5000名精壮劳动力。第二，开放天狼王庭的领地，3座露天煤矿和2座铁矿，接管开采。毒妇，你休想！我宁可战死，也绝不做你的奴才。去，把外面的20门大炮推出来，对准天狼王庭的方向。等等，我签！大荒草原自此变天。快点，都没吃饭吗？那个天狼大汗说你呢，挖煤就挖煤，别用你的袖子擦脸，弄脏了工服扣你工钱。有了天狼王庭的劳动力和资源注入，咱们的钢铁产量翻了10倍。但是有个问题，产的铁和煤太多了，马车根本运不过去，效率太低了，物流跟不上了。传令下去，把2号高炉的温度给我提到最高，准备铸造大型耐压锅炉，还有压榨钢尖轨。总裁，咱们要造什么神兵利器？不造兵器，我要蒸汽机车，铺设铁路，全长60里。这就是那个逆女造出来的东西。抗寒洞指出了入河完毕，传总裁下达启动指令。这台车命名为开拓者1号，鸣笛，发车。神技，这是神技啊！天狼王庭最精锐的寒血宝马，连个屁都算不上。我要把这条铁路修出作风关，一直修到楚前渊那个老东西的龙椅底下。不行，必须立刻禀报陛下。他此刻就算不饿死，也早就沦为呼延诀帐下的玩物了。陛下，大渊的天要塌了呀！这是他们铺路用的铁。给朕调兵，80万不够就调100万，朕要御驾亲征。80万大军，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那片草原淹了。真的是铁龙，放箭，用传弩给朕把他射成马蜂窝。总裁，大元皇帝的欢迎仪式还挺热闹的。通知各炮塔机枪卫，给咱们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碳基生物的物理翘度。开火！我给你半个时辰出城谈判。逆女，你到底想怎么样？注意你的措辞，我不是什么大渊公主，而是处世重天就轰平自己政权最高执行官。蒸汽时代太慢了，我要让大荒的夜空亮起第一盏电灯。